嗨，大家好，我是 Judy，欢迎你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是形态开盘法的中级班，那上个礼拜初级班我们已经约略告诉大家如何画江波图。那在那个介绍的时候，我们有特别强调，就是说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把江波图在运用的过程中，就是说我们要在一刚开盘的时候就知道，形态开盘法它是走什么形，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迅速的在很短的时间把当天要走的那个整个图形规划出来。也就是说，最晚在10点，应该是说最早在9点50，最晚在10点半之前，你应该把所有的当天走势都做出来。那这就是形态开盘法它的妙用之处。好，接下来我们直接看图片的部分。好。今天为各位准备的图片的部分呢，跟上次类似。那上次我们是用3月8号，这次我们是用3月9号的江波图跟各位做介绍。因为这个今天的课程全部是讲上涨的部分哦，就是说开盘开高我们该怎么做。那一样就是说江波图的介绍，上礼拜已经介绍过了，它就是用直线去记录就是多空力道变化的情况。那本集的重点呢，它就会教你如何看懂往上的江波形态，那让你在固定的每天的4.5个小时跟大盘约会的时间能够充分运用，而且把握每一次的出手点机会。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图，江波图是长成这样子，扭扭捏捏。好 ，OK， 那接下去呢，我们今天介绍就是形的开盘方式，那就是全部以上涨为主。那上涨为主呢，我们有分所谓的1点高盘，那也有2点高盘、3点高盘。讲简单一点，1点高盘它其实就是一个盘整盘。那2点高盘它有分2个，它有可能是盘整，也有可能是趋势。那3点高盘这个地方就完全的是趋势盘，所以它会告诉你说，3点高盘它通常是收次高或是最高。那2点高盘你只能确定它是收红盘，但是你不确定它是盘整、盘涨或是趋势，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好，我们接下去往下看。那我们往下看的就是说，这就是我另外用2022年1月13号这个地方哈做出来所谓的一高震荡。你说这么多文字我看都头痛了。好了，我们不要看这些文字的部分，有兴趣的人去部落格看就好了。它今天的重点在这个地方哈，就是这个江波图，我跟大家讲的哈。大家每天就是说江波图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从折线图上去找出它的方向。你看它的特色就是它开高，那一高震荡的意思就是它开高不久以后，它就往下跌破平盘。这时候我们心里就要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当天的盘已经是一个盘整盘了。盘整盘我又要做当冲，那怎么办？那我就是利用每一个 N 型的部分，比如说开高走低，好，那我们就这时候只有2种情况嘛，往上走一个 N， 或者说反弹不过1/2再来一个 N 下，所以我们自己心里就会有一个准备说，大概要怎么走。那你去看看，虽然说它上上下下扭来扭去，可是它还是按照 N 型，它有一定的规律的幅度。所以说，如果说你可以抓到这个一高震荡它的规律来讲的话，这边就会有一个就是一个下跌，但是这边有一个 N 加 N 在下跌，类似这样子，那你是不是出手点就有几次机会？至少有2次左右的出手机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一样，我们在一高震荡的时候，我们先要找出它的颈线，颈线就是它的平盘 ，OK， 要知道它的开盘方式。一旦跌破平盘，在很早的时间我们就知道是一高震荡盘。我们的策略就是采取所谓的箱型操作。那箱型要怎么操作？赶快把它每个重要的时间点的点位的关键价位把它算出来 ，OK。又要问我了，在哪里算？计算公式在部落格，然后大家去参考。那你去看看是不是每一个波折它要过的时候，这个地方都变成它的压力，这个地方都会相对是支撑。好，我们抓到这个关键点位，像这个地方距离关键点位很远，那我就可以用平盘这个颈线这个地方做一个依据。那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发现你是一高震荡的话，只要跌破平盘的时候，我小买，上去我可能赚个30-50点，我就跑掉了。那利用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所谓的震荡盘。好，那讲完一高震荡之后，大家接下来进入所谓的2高震荡。大家还记得吗？我刚刚在前面讲说2高震荡，它有2种情况，一种它是所谓的就是整理盘。
那另外一个就是趋势盘。那所谓的2高强盘呢，它其实在这个地方讲的就是类似一个趋势盘。它的意思就是它开高，指数开高以后，它打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破平盘，所以我们就可以确定它不是1点高盘，一定是2点或3点，在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啊。重点就是说，指数往上攻的时候，它可以过第一个45度的突破点哦。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开高以后打低没有破平盘，再攻过去的时候突破了45度点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趋势盘。那什么叫做2高弱势盘呢？很简单，它开高走低，但是没破平盘，可它在上来的时候，它没有过45度的突破点，那就代表说它就是虽然是一个红盘，但是它就是一个盘整盘。那2高强势，我们就要用趋势盘的操作方式；2高弱势的话，我们就要用区间的操作方式。所以懂得盘态是很重要的。好，接下去我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是2高强盘。那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举例都是用指数的方法去举一个例子，那就会有投资人问我说：“那你讲一个股票好了，股票可以用形态开盘法来做吗？”也是可以的。OK， 我们今天就举了一个例子哈。这档例子的话，就是说，平盘是它的颈线，它开高 ，OK， 它继续往上攻的时候，是不是突破了45度的突破点？突破以后，它回档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有没有守住1/2。那如果有守住的话，再继续往上攻的机会就高；没有守住的话，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失败 N 或关键位置的正 N 型。那这个虽然是2高强盘，但是很可惜，它在下半场的时间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做一个突破，所以它虽然是2高强势盘，它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区间。那如果说它做得好的话，那这个地方是45度的话，那这个2高强势盘就会相对比较好了。那至于它所有的目标价，这个地方都有公式。那它的技巧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以虚拟目标价来讲的话，就是说 AB 段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基本波 X 嘛，那用1/2去加 AB 段就是虚拟目标价。那最小目标价的算法就是说，我虽然虚拟到1/2，但是我实际回档 C 的价我有可能高于1/2或低于1/2啊，所以这边的目标价就是用实际的数字去算它。那最大的目标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趋势盘的话，我直接用 B 点这个地方去加上这个基本波的部分，整个上去，那这个就是它的目标价。OK， 那大家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明明它叫2高强盘，结果我也算出它的目标价，最后它都没有到我的目标价，我怎么办呢？用我刚刚教大家的说时间的切断法。你先看这一个 N， 它花了大概1个钟头，那后面这个 N 型的话，大概也是1个钟头或1.5个钟头。你发现它这边扭来扭去，没办法突破相对的高点，或是接近这个高点都没有的办法突破的话，你就会知道，虽然它叫2高强盘，前面有突破45度，但是侧幅 N 走得不好，时间到了还是要赶快卖掉，这才是当冲最大的精华。好，接下去我们看2高落盘。所谓的2高落盘，就我开高走了一个 N 以后，接下去再走一个 N， 然后回档过程中，回档的幅度比较大，所以我在往上攻的过程中，我没有办法去突破45度的突破点。那像这一类的股票的话，我们就一个 N 一个 N 的去做它。那你做完这个 N 的时候，已经发现2高冲不太上去了，这时候你心里就要有准备了。如果说2高跟1高差不多的话，那回档可能就会升了。所以这个地方你就要在2高的地方先卖掉，然后这个地方因为你知道它是2点高盘，不会破平盘，那你再拉回来的时候，在1/2的上下部分再去做承接。但是1/2上下做承接的先决条件是1/2打下来的时候量一定要缩，如果量扩大的话，那有可能会下跌 N 型扩大，这就是重点。OK， 所以这是2高落盘的做法。好，接下来我们看最精彩的，大家最喜欢做的就叫3点高盘，就是开高走高，一直最好收最高，这是所有投资人做多投资人的心愿。那3点高盘的话，它的特色就是说，开高以后它回撤不到平盘，然后指数往上的时候，迅速突破了一个45度的突破点，接下去它就会按照我们之前讲的9点50啦、10点半啦、11点多到快到12点，这时候每一个点位它都有机会去做一个突破动作。那但是当它走完1、2、3、4高的时候，它会修正。那如果它是一个相对强的话，它会 N 型再扩大，所以我们才会告诉大家说，
3点高盘的尾盘，它有可能收次高或最高。那最高就是下跌 N 型，上涨 N 型扩大了。那收次高就是它还在整理的时间，还没有往上冲，有可能隔一天再开高就直接往上冲了。OK， 这就是3点高盘的部分。好，讲了这么多，跟大家再复习一下，我们今天介绍的盘态，就是说，当大盘一开出来，往上开出来，它有3种可能：1点高盘、2点高盘跟3点高盘。然后你去分1点高盘跟2点高盘里面有所谓的整理盘的话，我们就一个 N 一个 N 的做。那在2点高盘的强势盘跟3点高盘这个地方，它是趋势盘，那我们就可以抱得比较久，然后到试高完成的时候再把它做一个卖出的动作。OK，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了整个盘态。那到了最后尾声的部分呢，我要提醒大家，形态开盘法非常重要，所以建议你去部落格去看我们的文章，看唐老师的理论，然后好好的去琢磨一下，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去把握住它，然后不至于就是说开高以后不卖反而打到最低，开高以后一卖它又涨到最高。最主要就是盘态你要把它分清楚，当你分清楚的时候，以后每次开高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开高走低，或者说会不会那个什么开低又走高，类似这种混淆的。当然有特殊盘，就是开高杀到最低，不过这是我们专业班才会做介绍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介绍到这里。到了最后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我们下星期再见喽，拜拜。